你有沒有發現，大人的人生越活越像在量尺寸啊？每天量體重、量血壓、量業績、量 KPI、量存款、量孩子成績、量房價、量追蹤數、量觀看次數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感謝神，是先看手機，昨天影片有多少觀看？如果少一點，心情直接陰天；多一點，就覺得神今天與我同在。所以很多人不是活着，是活在數據裡。可是有沒有想過，如果神今天開始量你的生命，他量的是什麼啊？今天以西結書40章就是一本超大型的丈量說明書，很多人讀到這裡直接睡着，因為滿滿都是25軸、50軸、門廊、院子、房間，讀沒3節，眼皮開始自動關機。很多人說，神啊，我願意奉獻，但可以不要考建築系嗎？可是等等，如果神花這麼多篇幅一直量尺寸，他到底在量什麼呢？真正的重點不是建築，而是重建。背景很簡單，耶路撒冷已經毀了，聖殿沒了，百姓被擄，大家心裡只有一句話：人生完蛋了。就在最絕望的時候，神沒有先給他們一張中樂透的支票，也沒有直接宣布明天全部復興。神先帶以西結去看一座新的聖殿，更特別的是，旁邊站着一位拿着麻繩和量桿的人，一路量，一直量，不停量。看到這裡，我突然想到現在裝潢房子，設計師最怕一句話，屋主說大概啦，木工說差不多，水電說應該可以，最後交屋變成怎麼跟想象不一樣啊？神不是大概先生，神每一個尺寸都很精準，因為神做事不靠感覺。很多人的人生為什麼一直亂？因為全部都是應該吧，應該可以晚睡，應該不用讀經，應該不用道歉，應該不會出事，人生就在一堆應該裡慢慢歪掉。可是神說，我要重新建立你，而且是照着我的藍圖。注意，神沒有先改變環境，他先改變藍圖。很多人一直希望神換工作、換老闆、換配偶、換教會，神卻說，先換你的生命設計圖。然後呢，更有趣的是，這座聖殿有很多門，東門、西門、北門，每一道門都有規格。這提醒我們，人生不是什麼都可以進來。現在的人很奇怪，家裡大門有電子鎖，手機有密碼，銀行有雙重驗證，可是心裡的大門完全沒鎖。負面新聞進來，比較心進來，色情進來，貪心進來，焦慮進來，酸民留言進來，最後心裡像百貨公司週年慶，什麼都往裡面塞。神設計很多門，不是限制，而是保護。不是每一句話都值得相信，不是每一個邀請都值得接受，不是每一個情緒都值得留下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什麼都有，而是知道什麼不能進來。接着，以西結看見院子，有祭司的房間，有敬拜的空間，有獻祭的地方。換成今天，就是提醒我們，人生不能只有工作區。很多人的 Google Calendar 全部都是會議，唯一沒有排的就是與神相處。手機每天充電，筆電每天更新，車子定期保養，只有自己的靈魂一直低電量。然後禱告5分鐘就問神啊，為什麼沒有能力？就像手機剩1%，還想打3小時遊戲。神說，不是我沒有能力，是你沒有接上電源。然後最大的懸念來了，整整一大段都在量尺寸，到底重點在哪？答案就在最後。神沒有描述敵人多強，
沒有分析世界局勢，他一直描述他的居所。意思就是，當神開始重建，人不用一直盯着廢墟，而是開始對準未來。很多人每天都在研究昨天，失敗為什麼發生？誰傷害我？如果當年，神卻一直帶以西結往前看，因為一直看廢墟的人只會越來越灰心，一直看神藍圖的人才有勇氣開始重建。所以今天最大的應用，不是去背聖殿尺寸，而是問自己，我的生活是照世界的設計圖，還是照神的設計圖呢？如果人生像房子，神今天最想重新裝潢的是哪一間房呢？是脾氣、婚姻、金錢、價值觀，還是與神的關係呢？神不是來幫你貼壁紙，他是來重蓋整棟房子。所以不要害怕人生被神量，因為神量不是為了挑毛病，而是為了重新建造。金句：神丈量你的生命，不是為了證明你不夠好，而是要照着他完美的藍圖，把你重建成他原本設計的樣子。